如何用积木击倒水中的小船？看看国外大神是怎么做的。第一关是红色单人船，这个简单。老哥用积木做一个连发机关枪，这节奏感有种小时候玩抢滩登陆战的感觉。结果自然是轻松击倒。第二关是双人船，这下机关枪已经不顶用了，打了半天也没反应。天上搞不定，那就从水底下手。老哥打算整一个水底漩涡制造机，把船给卷下来。布置完毕，直接开转。船果然被卷下来了。下一艘充气皮筏艇。依然扛不住老哥的漩涡，继续潜水探险船。这艘也是一样的结局，难道就没有一个能打的？当我刚才没说。老哥继续升级，你猜这次是啥？这其实是一个海浪制造装置，通过一点点时间风吹浪打，小船终于被掀翻了。下一关这一次是更大的重爪龙运输机，海浪对它毫无威胁，必须动点真格的了。这回老哥整了个古代工程用的巨型投石车，看看效果如何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一顿疯狂输出后，连船带龙都被精准击沉。最终 BOSS 出场，乐高极地巨轮，在他面前投石车就是小玩具。老哥一开始尝试做了个喷水装置，试图把船淹掉，然而并没有成功。既然水淹不掉，那就用石头砸沉。老哥又整了一个挖掘机，直接把石头往船上倒。咱古代有滴水穿石，以后可能又将多一个滴石沉舟的故事。经过一点点时间的努力，老哥终于挑战成功了。如果让你来，你会咋办呢？你知道积木人仔也可以非法搭建吗？今天分享几个我和 TDBricks 学的非法搭建小技巧，你也找几个人仔一起试试。把人仔的手脚卸下来，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螃蟹人。好乖，再看一眼。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让小明蹲下了，其实是这样操作的。找个底盘，还可以让小明盘腿打坐，还可以让他单膝下跪。下一个非常简单，学会了可以把女朋友手链扔了，换这个，把人仔的头发帽子拆掉，让他们手脚相连，然后你就有了一个人仔风火轮。咱们王者出击！然后你会发现，卸掉脑袋的话，脖子和脚后跟也能连起来，像这样。算了，有点掉散。拆掉小明和李华的头，倒过来一个，安在一起，一个婴儿人仔诞生了。记得把头发摘了哈，帽子可以折停戴。有点眼熟。找两个1×2的弧形斜坡，一条裙子诞生了，很适合女人仔，非常逼真的坐姿。如果你想让你的人仔变高，可以给他垫一块腰间盘，我祝他成功吧，这个很难做。或者增高垫，甚至颈椎延长术。本期全部复刻成功了，你呢？下期带你们看看那些邪门的乐高零件。上期看了一些猎奇的人仔拼搭，不少基友们在评论区交出了自己的作业。今天我们再来跟 TDBricks 看几个邪门零件，最后一个保证你没见过，快去翻翻你手里有没有更邪门的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，编号32557。别多想啊，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科技件而已，出没于各种科技组，学名交叉块。我上次拼摩托的时候有看到它，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。在另一台摩托上找到了个迷你版，这个是32291，还有一个更大的98989。乐高在1999年推出了蜘蛛剑，前几年给换成了更加写实的一款，8只眼睛历历在目。还记得上期澳版乐高大师的和圣诞老八神木相对吗？就是他。我说真的，掉在地上看错了，真的会一拖鞋拍上去。在2018年的抽抽乐里，乐高推出了个字面意思上的乐高人仔，到今年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，还是非常实用的。比如当你缺了一个2×3的零件，你看他笑得多开心。这个长得像屁股一样的屁股是个下巴，眼尖的朋友可能认出来了，是的，这是大力水手的下巴。这种下巴学名科裂，是胎儿时期没发育好形成的，浅的叫美人沟，深的叫屁股沟。你没事吧？据说有这种下巴的长得都很好看。看看你的。听起来很离谱，但乐高在80年代推出过一个叫 Scala 的非积木系列，配置很像芭比套装。1999年有一套里面有马的 ，TD 还真淘到了。全身没有任何连接点，又巨大无比，甚至有一头秀发，这就好比冲咖啡加调料，可以搞，但是没必要。Scala 系列也不负众望，在2001年停产。还想了解什么积木小知识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咱们王者出击！相信经常玩积木的基友们手里肯定有不少这个东西，起件器，用来在拼错步骤时拯救你的指甲。但是你真的了解起件器的全部功能吗？
今天分享几个起电器的妙用，马上过年期间搂一手，记得在评论区交作业。12岁前我都打不开易拉罐饮料，不是指甲太短，就是指甲太长，这时只需拿出。吃零食沾到手上很烦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长辈又逼你吃不喜欢的鱼，我吃完了老来您看，我鄙视。饭后吃点水果，没有削皮刀。没事吧？扫地找不到搓子。别害臊！吃完年夜饭，给大家表演一段新学的古筝。哈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。学会了吗？下期我们讲讲起键器的正经用法。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在知道它是起键器之前，我以为它是看了说明书才知道是怎么用的，一些特殊情况最后再说。除了这些基本功能，你会发现它下面的宽度刚好可以卡住2×N 的砖块，这样一来，手指滑板、手指轮椅、4驱手指轮椅、人仔跷跷板、人仔发射器，没事吧？上巴、下巴、腿巴，一条智商不太高的鳄鱼，安上眼睛，再找一个2×4。言归正传哈，有一些刁钻的情况，起键器也没法轻易解决。有时候遇到这种不好发力的情况，我会给他们打一个地基，这样就轻松解决。或者拿另一个起键器两边发力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是用不明白的话，可以找个小孩跟他说，不许把这个拆开。今天的店就打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拼点不一样的。今天跟 TT Brick 来看一些乐高周边，部分已经绝版，一起来猜猜最贵的是哪个？看起来是个人仔，其实是个 U 盘，查了一下是2010年的产物，给大家3秒钟猜一下它多少钱。1、3，比我想的要便宜很多，放现在也就能买个人仔钥匙扣。这个价位的 U 盘竟然还能运行。这个华夫饼称可以烤出乐高华夫饼，并且是双面的，烤出来的华夫还能拼起来。想起来我之前有个冰格，冻出的冰块是砖块型的，但是是实心的，没法用来拼搭。乐高和 Adidas 于2020年底开始合作，联名推出了不少鞋款。TT 这双是2020年的 ZX8000，配色也是乐高砖块的基础配色，脚感很不错，和踩到乐高本人完全不一样。我最喜欢这双小贝壳头，但很遗憾塞不进我42的脚。起床困难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蝙蝠侠会教你起床。乐高推出过很多款这种主题大闹钟，便宜的几十，贵的上千。Yep, it worked. 看来效果不错。除了大闹钟，还有小手表系列，价格100左右，做工一般般，但大部分款式里面会带一个小人仔，这么算好像也还行。我也翻出了我的成年周边，猜猜加起来能值多少？答案下期揭晓。你可能不信，但这个打火机真的是乐高出的。乐高出过很多跟积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周边，比如这个，3秒钟猜一下它是干嘛的。1、3，没想到吧？这竟然是个蛋托，太实用了，2个蛋托可以放下足足2个鸡蛋。这是个人仔头，这是个大人仔头，这是个更大人仔头，这是个巨大人仔头，它们都是收纳盒，但用来放零件的话，很容易卡进人仔的颈纹里，所以我装零件用的是这个。你以为它是个砖，其实它还真是个砖。细节狂魔乐高把这些砖形状收纳盒的底部也做成了可拼接的构造，相当于是等比例放大，不同 size 的人仔头和盒子也是可以拼起来的。水杯是最常见且最便宜的周边之一了，多种款式任君挑选，便宜的40块钱就能拿下，但子曰1分钱1分货，质量嘛。总之不要装热水，除非你想要个高脚杯。还有这种马克杯的，盲人看了都知道是乐高周边，外壁布满了凸点，一杯水还没喝完，一座城已经拔杯而起。1998年，乐高出了个 GC 器积木吸尘器，收拾到处散落的积木时，感觉会很实用。PD 试用了一下，仅仅花了12分钟就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了。谢谢乐高，我自己捡也挺好的。文具套装也是比较常见的，这橡皮是实心的，不能拼起来有点遗憾，但它东西竟然意外的好用。想到一些我小时候色香味俱全但不中用的橡皮。你还见过什么奇葩乐高周边？分享在评论区吧。等下，这是想多了吧？
你知道乐高人仔为什么是黄色的吗？ Why？ 他们并不是亚洲人，是因为鲜艳的黄色带来的视觉冲击，可以让小朋友更清楚地分辨五官。同时，黄色也避免了种族争论。咱们虽然是黄皮肤，但也没这么黄，是吧？起初的人仔长这样，之前还在评论区里出现过，长得好像监狱。第一个小人仔是警察，发布于1978年。第一个有表情的人仔是1989年发布的海盗。乐高目前已经生产出超过100亿个人仔，那你知道分解掉这几百亿块塑料需要多久吗？答案是 forever。乐高由非常耐用的 ABS 塑料制成，所以很难分解，反复拆卸37112次才会损坏，质量有多好，踩过的人都知道。6块2×4的积木砖块有91511万03765种拼法，什么概念？就是我一天拼1万种也得拼个250年。有没有最强大脑帮我算一下，再加1块能拼出多少种？虽然乐高品牌1932年就建立了，但在1947年之前，乐高生产的一直是真积木玩具。创始人 Christensen 之前是一位木匠，后来生意失败，他用边角余料做了木头鸭子，深受孩子们喜爱，于是投入了生产。乐高后来还出了个套装纪念他。第一块塑料材质的砖块诞生于1949年，经过不断进化，1958年有了现在的乐高，并且它仍可以和今天的乐高砖块完美拼合。乐高的名字并不来源于品牌创始人，也不是 Let's Go 的意思，而是取自丹麦语 Legod， 寓意是好好玩。怎么样，屏幕前的你玩得好吗？大名鼎鼎的乐高竟然是做山寨发家的吗？乐高在1949年开始卖塑料积木，但早在1947年，英国的 Kitty Craft 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塑料拼装积木，其创始人希拉里佩奇发明了经典的2×4砖块。当时还在卖木头玩具的丹麦人 Ole Christensen 在丹麦一个玩具展上被按头安利了这个小塑料块，当场花大价钱购买了制作所用的注塑机。虽然佩奇哥在英国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，但你英国专利管我丹麦什么事？回家后，欧雷和儿子 Godfrey Christensen 对 Kitty Craft 的塑料砖进行了一些抄袭，进行了一些改进后，于1949年推出了乐高第一款塑料玩具自锁积木。和今天的乐高砖块不同的是，初代自锁砖底部是镂空的，非常松动。经过不断的探索改良，在1958年 Godfrey 对乐高砖进行了史诗级的改进，他在砖块底部加了3个空心圆筒，这大幅提升了砖块的抓力，且不易变形。这也是为什么乐高可以实现一些歪七八扭还不散架的造型，这让玩家们有了更多创造空间，可以发挥更多想象力。Godfrey 实现了乐高的系统化，建立了 Lego System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让乐高上下5000年的每一块砖都可以拼在一起，而1958年的版本确实可以和今天的完美契合。可以说没有 Ole 就没有今天的乐高，没有 Godfrey 就没有乐高的今天。1981年，乐高终于买下了 Kitty Craft 的版权，但乐高自己的专利在1984年过期了。于是随后的几年里，乐高一边打击山寨，一边申请商标，但最终被法院裁定该图点只是一种功能而非商标。从此，乐高式的积木被允许在全世界生产销售了。从自己做山寨到被人做山寨，你觉得乐高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？ChatGPT 连积木都能搭 ，AI 取代人工指日可待了。积木设计师会不会失业啊？看看 TD Bricks 用 ChatGPT 搭出的积木能不能给出答案。他先是从最简单的入手，给出指令，让 GPT 给他一个搭建热狗的具体方法。GPT 非常详细的给出了所需要的零件和步骤。TD 照着搭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。可能唯一搭边的就是这根香肠了，配色倒是像那么回事。想搭车载手机支架的可以照着这个来。接着 TD 让 GPT 教他搭一只鸡，根据指示他的鸡长这样。There is a problem with AI, I think. 你会发现他给出的方法里有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，比如宜家肉丸里这个叫肉斜坡的零件，虽然没用，但他还教你给乐高肉丸摆盘。没事吧？那让他设计辆车呢？平衡车是吧？最大斜朝的风狮。一只 Minecraft Ripper， 这史莱克还是史莱姆啊？小黄人，小黄但不人。海绵宝宝，这是几何一配色啊？但他给出的人仔配色还挺前卫的。3秒钟猜一下这是个什么？你猜错了，这是一块曲奇。这是小鲤鱼、恐龙、蜘蛛、船、飞机、面包机、小乌龟。我不信，但这是企鹅。TD 锐评，这很难评。这是10块积木的路灯，50块积木的塔，100块积木的机器人。这设计水平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还记得开头的问题吗？怎么样？看完这些 AI 神作，有没有颠覆你内心的答案？我的评价是：没有 logo 的就是假乐高吗？今天盘点一些国内外假乐高，看看它们和乐高的区别。
假乐高有一点好，他们的主题更多更自由，比如这套中国产的鱿鱼游戏套装，可以看出商家在人仔上投入了很大精力，外形还原度极高，图案印刷精准且清晰，但扭动关节的时候僵硬的廉价感就出来了。这一套300多块，你给打几分？同样的价钱，这一套海外品牌的拳击擂台，人仔完全是自己开模的造型，小生蚝中国现在我有冰淇淋，可玩性花样还算多，这套打几分？乐高从不出战争主题的套装，他不做自然有别人做。国产小鲁班的坦克做工和造型设计都不错，人仔也别具一格。TD 给了高分。Q-Man 也就是国产品牌启蒙的枪械套装，手枪、机枪、冲锋枪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这手枪是真帅，我能从小玩到大。美国少儿频道出品的海绵宝宝套装，人仔是球形关节的，活动自如。配置作为一个小套装，及格分有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人仔和房子车尺寸并不匹配，这点有点扣分。这盒神偷奶爸套装里居然有格鲁一家的人仔，乐高只有小黄人的，这加分项不就来了？关节也是十分灵活。Yes, sir. Let's see those moves. 还有小黄人的热狗车，热狗竟然是真热狗的造型。Among Us 的套装不仅能开枪，还能开枪，不说质量，在 IP 上已经上大分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授权。这套叫做 Creo 的警匪套装，造型让我想起了一些童年游戏，亮点也在人仔上，身子还没有乐高人仔一半长，但头是一样大的，初步判断小时候喝的甘露。其实这些并不是假乐高，目前官方认证山寨只有乐拼一家，因为它是除了商标和质量，其他都1:1还原的真盗版，其余的只是用了乐高式的积木来设计自己的产品。乐高至于积木就好比苹果至于电子，你总不能说华为是盗版苹果吧？乐高牛仔把自己做到业界第一，让大家以为这样的玩具都叫乐高。卖房都买不起的乐高人仔，你见过吗？今天这期视频价值100亿，看好了别眨眼。网站大多数都是美元单位，大家自行乘期就好。2021年复仇者联盟上映，人气席卷全球。纽约 Toy Fair 玩具展上限量赠送了钢铁侠和美国队长各125只，铁人现在13000欧元一只，换算一下个十百千万购买一辆车了。作为第一款试模的钢铁侠，他的头盔是直接印在人仔头上的，后来的版本都有了头盔。和他一起的美国队长，价格虽然没钢铁侠夸张，但最低也要650美金，街景都购买2-3套了。小金人 Mr. Goat 出现于2013年的第16季抽抽乐，限量5000只，虽然只是变斗金漆，并不是真金，但谁能拒绝限量2个字呢？5美元的东西一下被炒翻几十几百倍，现在全新的最低也要3900美元，24K 真金也要不了这么贵吧？但乐高还真出过纯金的人仔。星球大战2010纪念版纯金 Boba Fett 限量2只，最终以19900美元售出，目前还在不断升值中。我以为一只塑料的 Boba Fett 50美元已经不便宜了，在胳膊腿上印上图案，价格直接狂飙到了2000刀，甚至一条胳膊就要220刀。谁能告诉我 Boba Fett 为什么这么值钱？蜘蛛侠人仔见得多了，蜘蛛女侠你见过吗？在2013年的 Comic Con 圣地亚哥国际漫展上，限量发售350只，作为独占 IP 现价8000美元，真是物以稀为贵啊！但前面的再贵加起来，在这几个面前也都是毛毛雨。2011年 NASA 携带了3只铝制的人仔 Jupiter、Juno、Galileo， 随 Juno 号木星探测器一起去了木星，价格也是贵到真上天。乐高的制作费用就高达5000美元一只，虽然他们大概会留在木星大气层，随 Juno 号一起坠毁，但3位的价值已经高达20亿美金，20亿美金啊，什么概念？这不是我能有的概念了。你们还知道什么贵上天的人仔？快来告诉我压压惊。几乎所有的乐高玩家都想过一个问题，如果有足够多的乐高，能不能搭个真正的房子出来？ BBC 的主持人 James 早在10几年前就真这么做了。这一集堪称 AI 不能代替人类的又一证明，他先激情下单了300万块2×4的乐高砖，再折磨设计师出图纸方案，设计师听懂了，而且大受震撼。想要让乐高像普通水泥房那样承重，简直是结构性的噩梦。秉承着专业的素质，设计师最后还是给出了图纸，甚至还是栋双层小楼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必须要不停测试衡量结构，以保证砖块楼不会塌。但最后的结论是，还是需要木质的安全结构，才能保证不会出现世界上第一个被乐高砸死的人。目前更重要的是，国外人力成本太贵，而在国内直接跟大学生说加学分，搭一面墙保研，估计24小时内就能竣工。James 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他组织了当地的志愿者来进行搭建赛，白嫖劳动力。当然也有来反白嫖摸鱼的。think they can just turn up and play with my Lego. Digital photo frame. It's a virtual digital photo frame, yeah. 志愿者搭好大块乐高后，就要交给专业的施工人员了。如果有一颗砖块不小心用错了颜色，那么它将永远嵌在这里。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，这栋300多万块乐高砖打造的房子终于竣工了。
不光房子外部看起来很规整，内部的家具设施也能满足生活标准。James 甚至请来了房产中介来给房子估价。I would value this property at £20,000. 这双乐高拖鞋虽然看起来难穿，但实际上和看起来一样难穿。这些乐高家具的设计也是经典又洋气，俗称洋点风。Tell you what, cat. They are, no one would know. James 要挑战在这栋房子里住满24小时，而且坚持只用乐高做的东西。接着，让我们来参观这间乐高厨房。果然人吃饱了，除了数学题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他们尝试用乐高做的刀来切奶酪，甚至做果冻模具。Yes. Oh well, it's coming out. It's not quite the effect I was expecting. 终于 James 熬到了晚上的洗漱时间，当然也要严格遵守只用乐高的规则。可以说，房子里的东西基本都起到了一个增益的作用。It's not actually waterproof. I'm off to bed. This Lego floor is very painful. 故事的最后迎来了一个比搭300万块乐高还恐怖的结局，全部拆掉。节目组原本想把这套房子送给英国温莎乐高乐园，但没谈妥，而且短时间内也没有私人收藏家接手。最后因为房子的特殊性无法搬迁，就被拆除了。这座乐高房子又变回了砖块，捐赠给了各地的慈善机构。自学动画7年，14岁参与索尼最高票房动画电影制作。还记得蜘蛛侠纵横宇宙里最小的动画制作人 Preston Matanga 吗？在他成名后迅速引发热议，除了大部分的震惊与夸赞，也有人说还不是因为他有个物理学家爸爸，他只是参与了简单的部分，只是因为长得黑才被推到了幕前。还有业内人士说他绝对有团队，做动画2-3年顶多算入门。近日 Matanga 在采访中道出了幕后故事，起初他并不知道他的物理学家爸爸工作时用的 Blender 3D 就是他未来做动画时要用到的软件。在3岁时Matanga 就梦想做一名动画师，他认为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动画里是无限的。6岁那年，他偶然发现乐高大电影竟然不是定格动画，而是3维动画，他觉得这太神奇了，于是立马动手自学起了 Blender， 并不断进步。早在1年前，他就直播过制作过程、建模、场景、动作、渲染，都是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。你要非说他有团队，那他自己就是这支队伍了。起初索尼发来的邮件被识别成了垃圾邮件，一键抵达了回收站。幸好1个月后，他在 Twitter 的私信里看到了索尼的再次邀请。Matanga 的父母在短暂的震惊后，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儿子，给他换了支持高速渲染的顶配显卡电脑，确保他拥有所需要的一切。30秒的电影片段用了2个月构思，1个月制作。他还在电影中加入了一些小彩蛋，比如斑点闯入乐高宇宙时，混乱的大街上 Matanga 骑着自行车悠悠经过。导演编剧也分到了戏份，幻影忍者的基大师也来客串了。正如他所说，动画可以给人无限的创造和想象空间。他也已经将动画界的哈佛、希尔丹学院以及华特迪士尼创立的加州艺术学院作为目标院校，为成为职业动画师继续努力。Matanga 的成功确实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和开放的环境，我们这个年纪大概还在……当然，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更是成功的关键。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，要永远相信自己，坚持自己为梦想所做的一切。下一个Matanga也许就是。